在上海外面的大街上，共享单车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是。不管是图书馆，还是商场的门口，还是小区或者公园门口，或者是在地铁站附近、写字楼、办公楼附近，你都能看到很多的共享单车。可是在这些地方你也能发现，还有这里废弃的工地上，路边的草丛里又阵亡了一辆。垃圾堆里的共享单车，像不像共享单车的坟墓？在这种荒无人烟、鸟不拉屎的地方，都停靠了2辆共享单车。你说谁来骑走它？河里面还有2辆在喂鱼呢。所以我有时候经常会想，共享单车到底是我们的工业文明呢，还是工业垃圾？它的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，方便了我们的出行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就在我们镇的高铁站外面嘛，下面有很多的共享单车，是不是？出站的人可以很方便的骑着共享单车回家。它解决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后1公里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不管是下地铁，还是下高铁、下公交车，到你最终想去的地方，还是有一段路程的嘛。原先我们可能都是通过步行，现在我们有了共享单车，人们就不太喜欢走路了，都喜欢骑个共享单车，是一种便利，但人也变懒了，把步行的时间和锻炼都换成了花钱去骑共享单车。共享单车其实也不便宜的，起步价都要1.5块，然后15分钟以后每15分钟要1块钱呢。当然你也可以买他们的周卡、月卡和季卡，我估计应该有季卡吧。但是你买的这些卡，不就相当于把你绑定在共享单车公司了吗？他们是不是在做金融业务呢？把你的钱拿去做投资？我记得中国最早的2家共享单车公司嘛，一家是摩拜，现在被另外一家大公司给收购了，另外一家叫 OFO 倒闭了。它倒闭的时候呢，可能有几千万的用户在排队去拿回他们的保证金。保证金就是你如果有他们的账户，要骑他们的共享单车，你要放一笔押金在他们的账户上。他们拿着押金不就是去做投资吗？去做金融吗？对吧？而且从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来讲，我觉得共享单车骑起来真的非常累。共享单车公司设计的共享单车优先考虑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抗摔，你视频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到处都是共享单车，毕竟不是用户自己的嘛，所以不会很爱惜的。他们的设计的第一考虑要素就是要抗摔、简单。
寿命长。第二个要素就是价格，能把价格尽量的压低嘛。这两个一考虑，基本上就没有舒适性了。我自己骑下来，骑个10分钟就已经累得不行了，不可能骑长途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。我之前去了一家公司，大老板就是以前摩拜公司的一个高管，他就是负责供应链和自行车工厂。当时公司要做一个出海的品牌，出海的自行车品牌，就是把电动自行车卖到欧洲和美国去。但是后面我们发现，老板的理念、产品理念根本不是产品质量和产品舒适性。就算他们是做直接卖给消费者的自行车，考虑的也完全就是赚钱和上市。从这里面就可见一斑了。这种共享单车产品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人来设计的，不是以人为本的产品。所以我更多的时候觉得它是一种工业垃圾。你们认同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。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啊。因为在中国，现在有3家共享单车公司嘛，他们的业务体量还是很大的，骑行的人还是很多。拭目以待吧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往哪里发展，最终会不会做出以人为本的产品吧？希望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对了，我现在在高铁站外面嘛，如果大家喜欢看南翔高铁的视频，也去点这里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节目，拜拜喽。